绝区前期都有哪些重要端塔能拿到菲灵？平民玩家如何快速上手通关？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的是绝区太服4大玩法的详细攻略以及通关技巧，让你不管太服操什么角色都拿满通关奖励。让我们把想要角色部外玩到端服带动名上。视频工程量极大，4、5加耗时1个多月，角色养成全部拉满，副本声源全部打通，精心研究得来的。如果帮助，请一定3连关注支持一下，非常感谢。喜欢绝区的小伙伴，快点到3连一起冲到热门吧！首先是0号通洞，类似于往事勒图和星铁的魔女宇宙，同属于经典的米氏漏斗玩法。在完成委托逃生找秒票后，记得初次参与探索0号通洞。截止3测时，0号通洞洞季开放了以下4个地图。午觉为了给大伙做攻略，也是一顿爆单，全都打通了，可累坏了。这不得来的一键3连激励一下。周边3个区域为基础区域，每个区域内部又分为不同的等级，根据探索深度，可以分为外围、前线、内部、腹地。核心难度依次提升，类似星铁里魔女宇宙的难度。当我们升到45级，通关了3个区域的最高等级核心区后，就能解锁最中间的区域。0号通洞的玩法主要是走德子，虽然3测增加了快进动画系统，但实际体验下来100也需要将近20分钟。这还是链路匹配的情况下，如果存到多杀，时间甚至会更久。而且后续开放的地图都有血量会越来越高，机制也会更复杂。低链路想要通关100个小时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推荐休息或者放假的时候享受一把。平时完成一下悬赏委托即可，不必强求太服速推刀难，毕竟手通奖励放在那也不会跑路。而除了手通奖励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每周的悬赏委托调查执照来获取大量奖励。悬赏委托需要神王等级达到33级，并且完成私通废墟前线才能解锁。奖励内容每周都会刷新，每次可获得130菲灵，常驻抽塔资源以及帮部升级材料。其中 S 级委托相对要难一点，需要在特定的难度中达成一定条件。至于其他小任务，基本上只需要打上几关就能完成了。执照等级一共有60级，周期性刷新，其中执照等级还关系到后续通洞端塔的解锁，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把每周获取的调查点数上限尽量拿满。在进入0号通洞之前，我们需要提前选择3名代理人进行战斗，一位是领队，在开始阶段独立探索，另外2位代理人则作为后援待命。随着我们等级的逐步提升，后续最多可以选择6位代理人进行战斗。其中0号通洞的玩法偏向于肉的，核心玩法就是选择不同的明辉，收集齿轮硬币，遭遇各种事件。在完成了一张棋盘的最终挑战后，玩家将会进入下一张棋盘，移动会有3层，如此往复，直至完全通关。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些特殊层有时会发生空间变动，这时候就需要根据提示找出正确的路。每次移动都会为队伍增加压力值，除了一些特殊的区域，压力值达到100就会获得随机的侵蚀症状。侵蚀症状最多可获得5次，侵蚀层数越高，敌人所获得增益也就越大。因此，我们最好对地图上的德子做出一定取舍，同时合理的分配资源，包括血量、压力值、金币，避免带着一身侵蚀症状去挑战最终 BOSS。然后就是明辉系统，这个可以理解为魔女宇宙中的祝福。目前明辉分为3个级别，分别是 S 级、A 级、B 级，另外还有暴击、能量、闪避等多个流派。收集明辉的过程中，达到4的或8的同流派明辉时，会催生1枚额外的进阶明辉。简单来说，就是星铁的命途回响。我们可以点击明辉右上角翻转至背后，会显示详细的解释。需要注意的是，通用流派虽然顾名思义是最通用的流派，但没有进阶明辉，建议在其他明辉完全不适配时再考虑选择。前期可以选择输入下明辉来上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具体选择什么流派，就要看大家主用什么角色了。以鲨鱼妹为核心的兵队首选冻结流派，以猫鼬为主的物理队则首选强袭流派。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流派的就不能用了，剩下几个流派对于主系来说并没有太大限制，各位帅哥美女可以自行排列组合，毕竟这正是肉德玩法的乐趣所在。后期则建议优先选择生存向明辉，毕竟目前绝区里没有回复角色，0号通洞又属于长线战斗端塔，对于操作不够熟练的玩家来说，在后期高难度加底 buff 叠满的情况下，很难做到一个不死。当然，对自己的操作有自信的大佬可以无视。此外，咱们还可以通过右下角的作战激略提升代理人的战斗力，这系统有点类似星铁的技能树，每次点亮需要消耗突尾麦金。除了一些基础属性外，还可以通过点亮特殊节点解锁进阶增益。不过特殊节点需要把特殊节点周围的所有普通节点都点亮之后才可以进行解锁。建议大家先以某个进阶增益为目标，解锁完一段后再包围下一个进阶增益。塔端的时候可以选择先多刷几片前面的端塔，提到技能数等级后再去尝试。
接下来进入探索界面，最左侧会显示所有获得的增益，包括明徽、邦布插件等等。需要注意的是，邦布插件是通用的，也就是上次战斗结余下来的邦布插件可以用到这次战斗中，而明徽则需要每次重新选择。从旧都列车前线开始，我们在当进入通洞时都会遇到一个 NPC， 不同的地图会对应不同的事件。而从旧都列车内部往后，每次太局都会获得一个研究型的明徽，进一步减轻我们战斗压力。然后是在探索过程中遇到的这种资源，首先是最重要的齿轮硬币，可以在邦布商店中购买和强化明徽。走进绿色的问号，可以获得一个随机明徽 buff， 只不过绝区林中明徽没有概率提升一说，所以遇到的明徽是完全随机的。即使你的代言人是冰属性，而 buff 只有与火属性相关的，也只能硬着头皮选了。接着是一个电话的图标，在这里可以接应提前设置的代言人，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暂时不接应代言人，只不过被拒绝的代言人短时间内不会再出现了，毕竟谁还没点小脾气呢？其次在地图中也会遇到许多强砖，有砖是可以顶破的，顶破后同样会获得齿轮硬币。同时绝区林中的一些特殊图标相当于模拟宇宙的事件，根据不同的选择可以获得不同的奖励或惩罚。如果想提前知道这些图标对应的事件，可以通过动作台里的通动见闻进行查探。进入邦布德子可以额外获得一个助案邦布，金色的商店可以购买强化明徽，蓝色的商店可以进行存短和取短。长得像医药包的德子会获得一次3选1的机会，分别是获得齿轮硬币、恢复生命以及降低压力值。进入绿色的休息间可以恢复血量，蓝色的安全区可以降低压力值，进化室可以解除一个侵蚀症状。当我们走到 V 这的德子的时候，就会强制进入战斗。当然 V 也是分等级的，只在一个德的小 V 战斗难度较低，战斗结束会获得一些齿轮硬币和明徽 buff， 而在4的德子的大 V 战斗相较小 V 有所提升，但也不难。战斗结束后，大 V 会分裂成4个小团，其后3个会随机变成其他奖励德子。最后蓝色的 J 就是这层的出头，进入后就没有回头路了，所以我们需要把本层的内容全都探索完再进入，避免蹉跎奖励。进入后会遇到本层的 BOSS， 还是有点难度的。战斗过程基本上没有金光，也就是无法得挡，得看红光来躲避伤害。如果前期耗血过多的话， BOSS 战会面临较大压力。战斗结束后，接着进入下一层，每层之间都会有一个中短区。左边的阀门可以清除一个侵蚀症状，旁边是蓝色商店，右边的阀门需要上一端评分达到 S 级才能打开。中间绿色的基地可以复活重伤队员以及全队回血。接着进入传送门就会到达第2层，如此往复，完成3层挑战，接着通关0号通洞。接着就是0号通洞旁边的4鱼防卫战。看到这界面，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吧？相当于原神的深渊和星铁的混沌回忆。目前只有10个端塔，需要限时击败所有敌人。不过相比原神星铁比较好的一点就是，绝区林的前7层只需要一个队伍就能拿满奖励，但如果不能达成特制端系，那也是相当的多杀。比如武家在打的时候，放完3套连血技都秒不了 BOSS。后续3层就是咱们熟悉的上下半挑战了。除了需要2个队伍，敌人的等级血量也会更高，而且有的怪物还自带护盾，这时就需要对应的属性角色进行破盾，才能打出更高的伤害。不过相信原神玩家都会表示没有压力，毕竟无他，为手熟耳。所以大家觉得绝区林的深渊难吗？同时按照惯例，绝区林深渊第3层也会奖励一个 A 级角色，也就是 Type Up 的苍角，而后续多半也会有额外的周期性非灵奖励。斗威挑战4，也就是周本，可以获得驱动盘材料、殷勤材料以及刀刃级核心技升级材料。3层中只开放了2个副本，是可以联机的，实在打不过咱们直接摇人。同样每周只能获得3次奖励。在进入战斗前，领把贴心的标注了队伍的阵营以及弱点属性，方便我们组队。接下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打法攻略。首先是出生死路屠夫，野孩阵营，兵弱点，可以获得源代码狂罗鳄鱼。有2个阶段难度，一阶段相对简单，需要等等时机就能轻松打败。需要注意的是，屠夫在拿长刀挥舞时，一般为多段攻击，不要只闪避一下就以为万事大吉了。而且当你离得远时，屠夫还会立定跳远，快速到达你的身边。他真的好爱。2阶段屠夫会扔掉武器，再长出2只手臂。这阶段的屠夫攻击大多为多段攻击，并且在你远离怪物时会射出激光，还会暴毙冲刺。虽然相比1阶段难度有所提升，但应对策略基本一致，仍然是选好等好时机就能轻松打败。然后是未知复合侵蚀体，机械阵营，电弱点，可以获得源代码金具熔炉。同样分为2个阶段，一阶段会通过手上的电钻、电锯、尾巴以及6只脚进行攻击，而且电钻和电锯的攻击都带有持续性。一旦第1阶段没有躲过，就会受到持续伤害，这时就需要痛的切人进行受击支援，避免进一步的损失。尾巴会进行横扫或泰山压顶，脚则是抬起来往下扎，这样情况都能躲避。当离怪物比较远时，它会通过肩上的炮筒进行远程攻击，咱们可以通过刀剑角色的冲刺进行得挡。咱们在远程输入时还需要注意，它的尾巴还会扔出石块进行远程攻击，有时还会突然发动冲刺和立定跳远。2阶段时伤害会有所提高，还会对尾巴进行充能，通过尾巴发出强力射线，
要知道这个射线可不是屠夫的射线所能媲美的，不但速度快，还会来回扫，别的机制与一阶段相似。最后是拉力委托，常驻玩法是探索与战斗相结合，在优化过程中不仅要战斗，还要去留意地图的细节，同时完成其他分支挑战。奖励分为3种，包含基础奖励、支线奖励、小塔德车奖励，只能获得一次，不会消耗体力。不过想要一次性拿满，就需要起力式探索，或者等攻略 up 喂饭。那么你会选择哪种方式呢？经济战顾名思义就是歼灭区域内的敌对个体，一路战斗直到终点。不仅能够获得经验、帮部、超海券等奖励，还能够检验自身练度，方便我们查缺补漏。并且通关还能完成大小任务，每周都会刷新，所以基本上每周都要来打一片。也有分支任务，在地图角落里会遇到隐藏的传送门，完成对应的分支任务也能获得奖励。完成条件只需要不灭队通关就行，不管你是满血无伤还是失血选多，都是获得相同的奖励。就算全部阵亡了，也还有3次倒地复活机会，而且还是全员复活。他真的我吐死。经济战一共分为5小端，而且因为每周都会刷新的原因，所以我们每周所遇到的队友类型跟波次都不一样。从第3端开始，每次进入都会遇到精英 BOSS， 3、4端的精英 BOSS 多拿几片，摸清套路非常容易就能通过了。重点是最终大 BOSS， 因为每周的 BOSS 不同，所以对应的打法也不同。有的 BOSS 有2阶段，而有的 BOSS 只有1条命。通用技巧就是不要贪刀 ，BOSS 的攻击频率相较于小段和其他精英段会更高，而且大多数是多段攻击，离太近很容易看不到 BOSS 的抬手动作，而且 BOSS 的伤害很高，所以尽量拉扯着打，打一套就跑，等到 BOSS 进入4人状态后再集中火力输出。下期视频我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太傅后绝区的一些端店的隐藏技巧和误区攻略，记得动态置顶可以抽68，感谢大家的3年关注支持。